要擅闯这个林子的，我只是借个路。我是青丘白凤九，休得无礼！东华帝君。 你是何人？东华帝君。啊？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？你真的是东华帝君？不像吗？不像，我在哲言的藏书里看过你的画像，真的不像。哲言？哲言，十里桃林的上神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青丘五荒之北荒帝君之女，九尾狐之后青丘白凤九。青丘白凤九见过东华帝君。原来是白家人。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一只金泥兽。你还未飞升上仙吧？没。既然东华帝君救了凤九一命，那凤九一定要报答的。不必。那如何是好啊？我姑姑时常教导我说，这世间有因果循环，有因就一定要有果，有欠就一定要有还。你姑姑，青丘白浅，帝君可认识我姑姑？曾有过几面的缘分。你姑姑和天族，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。是吗？为何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天族的事情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哲言和狐帝白芷现在正在天宫，为你姑姑讨说法？是吗？你还想跟我多久啊？我只是想要报恩。回帝君，小仙在此守了快7万年，这东皇中从来没有异常。可本君近日观星象，擎苍似乎有所活动。怎么可能呢？擎苍不是早在几万年前就被墨渊上神封印了吗？若真如帝君所言，小仙恐怕……我知道你应付不了擎苍，时刻盯着这钟，10日内若有任何异动，震动此灵，本君就会立刻赶来。小仙遵命。切记，无论有任何异动，都要用法术震动此灵。遵命。本君念你是青丘帝姬，先前的事情不与你计较。倘若再跟上，休怪本君不客气。小老儿参见帝君。你为何如此模样？
回帝君，这日出时，这东皇钟似乎真的有了异动。可小老儿刚刚探出过头来，就被一个极美的姑娘给打回去了。极美的姑娘，正是。可是昨日随我来此处的小姑娘，哦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会是谁？哦，对了，昨日跟帝君一同前来的那个小姑娘，曾用此笛唤走了铜铃。哦，这东皇钟已经再次沉睡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。笛子给我吧。是。小仙告退。帝君，他是震动了吗？你为何在此处？我是跟着我姑姑来到这儿的。姑姑，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青丘白浅。对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我记得昨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了。我睡之前，看见我姑姑离开十里桃林，所以我就跟着她到这儿来了。莫非你姑姑和昆仑虚有什么渊源？没有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听姑姑提起过。这个可是你姑姑留给你的。不错，是我姑姑留下的。你可知道这上面记载着什么？我姑姑说，上面记载着一个术法。不错，它记载着上古神器东皇钟如何封印元神的术法。东皇钟，那不是可以毁天灭地的法器吗？不错。那不是在7万年前，就在弱水河畔害得墨渊上神魂飞魄散的法器吗？不错。墨渊就是用这术法封印了擎苍。看来你姑姑和昆仑虚确实大有渊源。怎么可能？我姑姑出生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青丘。真的？真的。帝君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帝君去哪儿啊？少卿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姑姑待你不薄，你竟抢了她的未婚夫婿，害她被天下人耻笑。小殿下，你还知道我是小殿下呀？千错万错，都是少卿的错。还请小殿下不要生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就知道装柔弱。放肆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在天宫撒野！你敢拦我？你……哦，你就是那个负心汉，天宫的二殿下桑吉。啊，不对，你已经被贬了，不是什么二殿下，你是北海水君。你的阶品还没有我高，你凭什么要拦我？住口！北海水君，北海水君，请息怒，小殿下也息怒啊。此事既然天君都有了裁决，那二位就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看在司命星君的面子上，本君饶你一次。我堂堂一个青丘女帝姬，不要你看谁的面子，是你先负我青丘的，我骂你几句，你还受不住吗？你，凤九，
帝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看着你和北海水军顶撞吗？我是在替我姑姑抱不平。这位是青丘的小地姬，被胡帝宠惯坏了，水军莫放在心上。哈，不敢，不敢。这位姑娘，你可是一直在青丘白浅身边伺候。是。那，你可听说过司音？坏了，帝君这是要追查墨渊上神的下落吗？那小八蛇他……蛇心不止。还算有那么点点良心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不止。我是东华帝君。你若骗我，可是无人能救得了你。帝君，你吓唬人！少仙，当真没有听说过司仪。坚持住啊！哈，帝君，你就别再逼他了。他常年住在青丘，怎么会认识7万年前昆仑虚的司音上仙呢？说的也是。帝君，太晨宫。大胆，竟敢擅闯太晨宫！四海八荒，还有我白凤九进不去的地方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竟敢如此对本公主！你真是放肆！完了！你怎么都不打声招呼啊？你泼了我一身茶水，还敢对我大呼小叫的，你真是放肆！别以为你是青丘帝姬，随便寻个什么报恩的借口，就可以随意出入天宫。此处不是青丘，你休想胡作非为！这可是墨渊上神送给帝君的茶杯啊！喂，我的……吵得我头疼。知月见过东华帝君。听表哥宫里的人说，今日晨起，帝君和天君去了表哥的紫宸殿，谈表哥和白浅的婚事。不错。殿下是会迎娶我姑姑吗？不错。那帝君您会去迎亲吗？不错。还想问什么？眼下是没有了。我有，我想你若问。无事，便先退下。我要处理太晨宫内务了。哦，知月告退。凤九，你打碎了墨渊上神送我的茶杯，这笔新账小殿下打算如何与我算？也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吗？还能这样算吗？哎呀，姑姑，你的那个墨渊师傅一定要早点回来，再不回来的话，我这笔账3辈子都还不完了。
看到过司命吗？没有啊。你吃的是什么？果子。谁给你的？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好像是程昱。他给你的东西你也敢吃？这么多果子我也吃不完，帝君，你吃一个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怕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帝君，说实话，凤九喜欢你，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。不用你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我听说太晨宫的景色特别好看，但是我一直都在太晨宫住着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空了就让司命带你去走走，不必陪我这个老人家在这宫里虚度光阴。你不老啊？我做天地共主的时候，你爷爷甚至还没有成亲。原来你是嫌我比你年纪小啊？好了，你坐在这里不要乱动，我去找2个仙娥送你回宫。不要，我回去又要被太子的表妹骂了。他经常责骂你。走吧，没你我什么事儿？为何？你呀，还天天给凡人编故事呢，这都不懂。小殿下现在迷糊得很，说出话来也是掏心掏肺，惹人疼爱。我就不信，帝君这个万年老树，他开不了花。哦，你当年是给3殿下吃了这个东西，才把它收入囊中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要跟我提那个浪荡公子。啊，不提。帝君，手里抱的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你当真看不出来？只是没见过帝君与女人有关系，被吓到了。这不是青丘小帝姬吗？好姑娘，是个好姑娘。但是青丘可不好惹。帝君，我二哥和夜华都接连栽在他们手里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青丘的女婿不好当。这是被人骗着吃了失魂果吧？去问你女人。帝君，凤九睡的是何处？就在那处。
帝君，嗯，帝君可是昨日把我抱回宫中的。不错。那可是帝君昨日给我灌了2碗醒神汤。不，是3碗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无事我就要去朝会了。那醒神汤怎么算啊？我并不介意，你继续把它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。啊？怎么，不想还了？不，也无妨，区区几碗醒神汤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不，醒神汤也是要还的，我不能破坏了青丘的规矩，也不能丢了姑姑的脸。看来，你姑姑教你教的不错。我姑姑一直对我言传身教，就连我爹娘也说我最像少时的姑姑。哦，你最像你姑姑。你姑姑年少时在昆仑虚拜师，却比你霸道得多。一柄玉清昆仑扇，就赶走了18位上仙。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姑姑说昆仑虚的这档子事儿？你在天宫，司命可对你说过，东华帝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理世俗，远离红尘，除去四海八荒的太平大事，不给任何人面子，不赴宴会，是个适合挂在画像上的神仙。所以，不必担心我会知道此事。我是个极少与人说闲话的神仙。真的，帝君真的不会告诉别人我姑姑就是司音上仙？不会。这可是青丘最大的秘密，我也是不小心偷听到的。哪怕墨渊的……说起来，我和灵宝天尊与你姑姑都有些缘分。待你姑姑嫁到天宫后，我再与她详谈此事。帝君不是答应过我，不跟外人讲吗？你姑姑是外人吗？不是。那我去朝会了。是。舍不得走，可留下来又亏心。帝君若是晓得我骗他，会不会生气啊？此处景致不错。帝君在和谁说话呀？小狐狸，喝吗？帝君，你醉了吗？帝君，你心里一定以为那个难缠的青丘白凤九已经走了吧？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不会报恩的人。我不是不想报恩，只是
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天哪！你亲了？嗯，你真的亲了？嗯。他没有反应。他装睡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帝君，他喝了很多酒，睡得很沉。我才不信，东华帝君是昔日带兵杀敌的人，怎么会如此掉以轻心，被人亲了都不知道？依我看来，说不定是他对你也动了心思，顺水推舟呢。你不要乱说。帝君究竟是佯装醉酒，还是……小狐狸，你又来了。哼，若不是看你和我姑姑长得相似，我才不会来陪你。小狐狸，这几日我突然便想通了，你说怪不怪？想通什么？虽然夜华他不善言辞，也不大爱笑，但是他既然在俊极山那种地方陪我，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喜欢我的。只要他有一点喜欢我，我就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。那太子有什么好的？招惹了素锦天妃，又害你怀上了孩子，这还要和我姑姑成亲，你们3个女人一锅粥，不觉得麻烦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他娶的是我，我们对着东荒大泽发过誓，我是他的妻子。我现在还有了他的孩子，我又这么爱他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能感动他，让他也爱上我。你是只天上的狐狸，应该知道要怎么修行吧？如果我能从人修炼成仙的话，他会不会对我好一些呢？这我可不清楚。我哪天有机会问问思密和程玉。你们2个还没告诉我如何修仙呢。修仙呐，修仙这件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。长了。你们2个来我书房做什么？火狐狸呀，多可爱！小仙突然想起有件事没有办妥。帝君，程玉告辞。看来你挺喜欢这只小狐狸，要抱走吗？没有。
没有。小仙生平最怕这些带爪子的东西。告辞。方才司命在说修仙，帝君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只小狐狸，只想日日待在帝君身边，生生世世。对神仙来说，没什么生生世世，这一生就够长的。帝君，该不会懂读心术吧？夜华，夜华，你睡了吗？没有，奈奈可在房中。奈奈，她已经睡了。我听奈奈说，北荒的战事吃紧，你可还好吗？我很好。我们有半年未见了。夜华，我同你讲，他呀，这几日活动的厉害，有的时候都能摸到他的手跟脚。我不希望他这么着急出来，我怕他出生的时候你看不到。夜华，我想问你，那日在东荒大泽，我们发过的誓言，可还作数？我是想等孩子出世以后，给他讲爹娘的故事，好知道他爹是怎么想的。作数。我知道了，你保重，我等你回来。小家伙，你爹他很快就回宫了，你要慢点长大，等他看着你出生，那样才好，啊？帝君生，凤九便生；帝君死，凤九也绝对不会独活。凤九，别这样。我不。你一个青丘帝姬，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，你不怕丢人吗？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，怕什么？那是渡劫，岂可混为一谈？帝君是否还在介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？那都是司命星君命我去做的，我和元贞真的没有任何私情。我知道。反正你在应劫之前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看我这副模样，
像是快要死的人吗？倒也不像。我不管是谁说的，反正你就要应节了。无论如何，在应节之前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日日守着你，不会浪费任何时辰在别人身上。你想要吃什么，我就给你做；你想要去哪儿，我都会陪你去。你爹来了。我爹来了也没有用，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。东华帝君，白衣上神怎么突然到这九重天来了？哦，是为了舍妹的婚事。哦，对，天族和九尾狐一族的婚事是个大事。那我就不耽搁上神了，告辞。爹，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呀？爹，不管你这次如何打凤九，我一定会在九重天陪着帝君。你真就如此放不下他？女儿放不下。帝君，你这是被谁给伤了？我爹说，既然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帝君，就要打死我。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就为了见帝君一面，然后进了效应，让我爹打死我。帝君，你这伤，倒像是真的，险些把我给骗了。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啊！我碰你伤口的时候，你也该略微躲一躲，喊句疼。疼！学得再像一些。凤九错了，这伤是假的。谁教你的？程昱。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，别的不会，骗人的把戏倒总能翻新。是凤九求他教我的，求帝君只怪罪于我，不要牵连他。小狐狸，在凡间那间破屋，我就与你说，当断不断，害人害己。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。今日你又来我这太晨宫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要应节，所以我想陪着你。究竟是谁告诉你我要应节的？不能说。你可知道，我大你多少？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。数十万年，多少个沧海桑田，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，你都不曾见过。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，杀红了眼的模样。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？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？可是凤九，你眼前的这个人，并非真正的我；和你在太晨宫斗趣的人，也并非真的我；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，更不是我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不仅是昔日定律法长生死的天地共主，还是没有七情六欲，不知红尘为何物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少阳君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
你走吧，现在就走。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？嗯，都被他识破了假伤，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？哎，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？司命，你给凤九讲讲。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，帝君就以战止战，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。当然，小仙知道这些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。哦，帝君都这么老了，难怪要应劫。应劫？帝君要应劫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日日跟着帝君，竟然不晓得？我自然是晓得，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劫的。你二人可知道这应劫是多大的事？帝君曾是天地共主，倘若他要应劫，早就9天同悲传遍四海了。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，又让你二人知道？那他不会应劫了是吗？当然不会，而且我敢保证，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，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。别忘了，他可是这天上地下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，命硬着呢。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？程昱告诉我的。啊？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劫，我就以为帝君要应劫了。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。如果帝君不要去应劫的话，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。我爹若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知东华帝君可有空闲，与我聊一聊我家那个不孝女白凤九。上神请坐。不知上神想要聊什么？我就快人快语，直接说了。既然帝君与小女曾在凡间有过夫妻的缘分，不知帝君可愿成全小女，与她成亲？虽然我平时总是教训她，不愿让她追在你身后，丢了青丘的颜面。但是，作为凤九的爹，我能看出他对你是痴心不悔。所以今日前来，我想以父亲的身份，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媒，请帝君考虑考虑这桩婚事。既然上神如此郑重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。告辞。出来吧。帝君，你还想闹到何时？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，以为帝君命不久矣，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。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，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？我们曾经在凡间，那不算什么。算，在凤九心里，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。
那只是在你心里。凤九，你想让我说多少次？与我在凡尘那界仅是渡劫，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。没用，你我没有缘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东华，若你心里没有我，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？你是放不下我。若你放不下，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？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……好了。为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？我对谁都如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知道，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？你爹来求我，让我娶你。我爹求你娶我？不错。我爹求你，你都不愿意娶我？不错。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爹他从未求过人，从来都没有。我不该这样，我不该给青丘丢人，是我一直在给青丘丢人。我不该纠缠东华帝君。帝君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帝君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一扑用了3成仙法，太过凌厉。难道司命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从凡间回来之后就没有了法力？不错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为什么不能大惊小怪？像你这么厉害的人，要是没有了法力，如果有一天遇到危险的话，我在天宫能遇到什么危险？本帝君是因为定下了60年生死劫，却早早返回天界，才暂且失去法力。就算是我，也不能逆天而行，你知道吗？不过，最多1、2年也就好了。解释清楚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帝君，你不理我，是不是因为3生石上没有你我的名字？你如何知道3生石的事？是折颜还是墨渊告诉你的？或者是你爹？但是他答应过我，
绝不会告诉你半个字。都不是，是司命找来天族的史记，上面记载了你禅让君位的事情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亲手在三生石上毁掉了自己的姻缘，没有回旋的余地吗？我不信。不信也无用。三生石定天下姻缘，上面不会有我的名字出现。不只是你，任何人都不会和我有姻缘。不信。不要再胡闹了。我就不信三生石上不能有你的名字。青丘护卫每一条都能用作执念化成一个法器，我要去三生石上刻上你的名字。那时四海八荒，战事不断。帝君身为天地共主，定仙神之律法，掌六界之生死。为了让自己无懈可击，亲手毁去了自己在三生石上的名字。这三生石是定天下姻缘的，在那上面没有了名字，此生都不会有姻缘出现。所以，帝君无论在世上活多久，终将是孤家寡人。他不是真的没有七情六欲，只是那三生石没有他的名字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对他来说，都只是一场孽缘。小天下，孽缘是什么？明白吗？就像是你们在凡间经历过的一般。你和帝君的感情，此生都不会有善终。帝君，东华帝君，你的名字在哪？在哪？百草丘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这样？我爱的是东华帝君。小殿下，听小仙一句：你若再执迷不悟，逆天而行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对帝君也不会有好处。你们在凡间相伴数年，这在天。
小丫头，你可是青丘最年轻的女君了。你姑姑在你这个年岁啊，还在昆仑虚学艺呢。奶奶，你说姑姑都不要嫁人了，为什么还要把女君之位传让给我呢？你姑姑她……奶奶不必说了，凤九懂。你懂什么？都没嫁过人呢。奶奶，姑姑都随着四叔云游四方了，这都已经3年了。今日他们会回来吗？这我可不知道。阿爹引你去受我青丘万民的朝拜。爹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要带我去成亲呢。哎呦，都要继任女君了，姐还如此不正经。你看你，好像比我们2个更像长辈呢。我知道你是不是又想说，白毅最像年轻时候的我？看你说的，我生了5个孩子，就这么一个犟脾气的，跟你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一模一样。啊，你犟吗？不犟啊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帝君，前几日司命偷偷来告诉我，你这3年来代理天族政务，劳心劳力，已失眠了半月有余。那天君明明就有几个儿子，为何偏偏要害得你如此劳累？可惜啊，凤九只能心疼，却做不得主。帝君，凤九自今日起便是青丘女君了。姑姑和阿爹都教导过我，身为青丘女君，不能再任意妄为。凤九再也不能不顾身份，随意出入太晨宫，为你端上一盏清茶，陪你一整夜了。东华子府少阳君座下，司命行军，领帝君之命，贺青丘女君承继帝位。
这是帝君的贺礼，是昔日帝君征战天下、一统八方时所用的四海八荒绘图，此乃帝君亲手绘制。帝君真的是大手笔啊！东华子府少阳君昔日与父神一起征战的征战图，只有耳闻，就连现任的天君都无缘一见。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呢。有劳行君了。不知帝君送来贺礼，可否还带什么话了？帝君说，女君只需翻开此图，便可明了。数十万年，沧海桑田，这图上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，就连这四海八荒都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。世间万事，渺小至斯，没什么可值得惦念的。这一拜是给帝君的。青丘白凤酒，谢过东华帝君的贺礼。望青丘与天族世代交好，福泽万年。